野外的苔藓一般生长在什么地方？苔藓在盆景中能起到什么作用？怎样养好苔藓？每年开春都要到郊外去看看，待在家里面的时间太长，出去散散心，享受一下早春的温暖阳光。说是散心，其实去看看树桩，尤其是看早春树桩发芽的时候。9点钟了，鸡还在叫。从这里下去，这个湖边有几棵榆树和枸杞，来过几次。这个山坡上有个小竹林，竹林下全是青苔。油菜花，花如解语迎人笑，草不知名谁一生。这就是春天的味道。再往前面走，快到了。什么情况？哇天哪，全部烧掉了！放火烧房啊！这些竹根都烧黑了，烧成这样，这几个大榆树可惜了，估计没有救了。寸草不生，真是惨尽烧绝啊！开春最不想看到李牧。像这种青山绿水多好，到这个山坡上去看看。这种小竹子做盆景应该不错，长得多茂盛。长不高，竹根下面都连成一片了，铲一块就可以。这里有苔藓，有阳光潮湿的地方一定有它。苔藓的品种太多，我查过资料有3万种。也不知道这种该叫什么藓，这种茎比较长，对下山桩做保湿效果比较好。这满山坡全是，产这种苔藓拿到家里去种要带泥土。好大一个水库，这么好的地方没带鱼缸来，有点遗憾。这个堤坝上的苔藓随处可见。全部长满了，这个时候看到苔藓，心情是最舒畅的。这个堤坝是水泥面，像这种水泥地面也能生成，可见苔藓的生命力有多强。苔藓的生存主要是靠潮湿的空气，这里有个水库，空气潮湿。苔藓是一种高等植物，长不高，也没有真正的根。喜欢潮湿的环境，这是它最大的特点。苔藓是通过吸收潮湿空气中的水分或者是雨水成活。因此我们找苔藓的时候，像这种水库边、小溪或者是树林中潮湿的地方，都可以见到它的身影。苔藓喜欢潮湿，又十分耐旱。即便是花房干枯遇水，它又会重新生长。像这里，底部很浅一层土，下面就是水的地面了。高温季节在这里炙烤，它肯定会干枯。当天气转凉遇雨水，它又会重新生长。像这种连成片的苔藓，它的保水效果肯定很好，即便是在太阳炙烤下，它也很难枯萎。这种零零散散的苔藓成团状，摸起来毛茸茸的。像这种状态的苔藓，它的中间水分多，生长旺盛，四周缺水，生长就比较慢，因此形成了团状。苔藓耐旱，有很好的保水效果。种在花盆中，除了点缀，更大的作用可以在大热天，尤其是在直射阳光非常强的情况下，可以起到隔热的作用，减少盆中的水分蒸发。我在楼顶养盆景，几乎所有的盆景都种上了苔藓。种一次存活以后你想清除它都难。苔藓怎么种植？我在以前发过一个视频，
可以把它剪碎，也可以像这种泥土整面贴在盆面上。在野外采集的苔藓，一直要复制它原生地的环境。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制造一个小环境，增加空气中的湿度。苔藓每年到气温最高的时候会停止生长，甚至会出现枯黄。到了立秋天气转凉，它又会重生。有朋友问，苔藓种在盆中会不会影响盆土的透气性和浇水？我的解答是不会。苔藓的透水和透气性是非常强的。在高温季节，盆面的苔藓显得特别干，在这个时候浇水，要先把苔藓淋湿，等几分钟再浇水，水会通过苔藓很快的渗透到盆中。苔藓能透水，就不要担心它的透气性，除非你的盆土本身透气性就不好。苔藓在盆景种养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，可以预示肥害。苔藓是一种喜欢洁净的植物，遇到肥效过浓，它会发黄或者是发黑。在这个时候，一旦发现苔藓发黑，就立马对盆景反复进行浇水。在肥效过后，经过几次浇水，苔藓又可慢慢恢复生机。